深夜聚餐曝光，徐凯靠近谭松韵的那一刻，网友惊呼，暧昧气息溢出屏幕。风暴的序曲，娱乐圈总是闪耀着最迷人的光芒。红毯上的星光，舞台上的掌声，媒体的长枪短炮，一切仿佛构建了一座华丽的王国。可是，在这王国的背后，潜藏着的是人性的考验、利益的交锋，以及真相与谎言的角力。最近，徐凯与谭松韵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，深夜聚餐、暧昧互动、眼神交流都成为了热议的焦点。网友甚至调侃，暧昧气息快要溢出屏幕。然而，当这些画面一一被曝光，真相与猜测之间的距离又变得模糊不清。舆论的热潮像潮水般涌来，一浪未平，一浪又起。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这段故事，有人嗤笑，有人艳羡，也有人心生同情。娱乐圈终究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每一步都伴随着风暴的序曲。命运的开场，徐凯与许丽莎的交错。在聚光灯上未打到谭松韵之前，徐凯的人生中早已有过深刻的交织。2022年，他与许丽莎的相遇，仿佛是命运写好的章节。那时，他们常常在凌晨的街头并肩而行，吃着最普通的路边摊，分享彼此的心事。许丽莎天真的以为，这就是她一生的归宿。可幸福，往往脆弱的像玻璃。赵晴的出现，让这段爱情如同沙尘般迅速崩塌。狗仔镜头里的秘密会面，暧昧的聊天截图，像一把把利剑，刺穿了他的幻想。许丽莎望着碎裂的感情，常常在夜里独自流泪。她不明白，为何温柔能变成冷漠，为何承诺能化为背叛。也许，这就是命运最残酷的玩笑。一场没有赢家的三角关系。三个人的纠缠，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局。许丽莎固执的坚守，认为自己的付出与陪伴值得回应。赵晴则带着光鲜亮丽的外壳闯入，打乱了节奏。徐凯夹在中间，似乎一度享受这种被追逐、被围绕的感觉。然而，爱情不是战场，信任一旦被击碎，所有的温柔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渐渐的，这场三角关系像一场棋局，每一个人都在试图掌握主动，但棋盘上的局势终究没有赢家，留下的只有破碎的心和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深夜的另一幕，谭松韵的出现。2023年，徐凯与谭松韵因合作而相识。荧幕中的他们火花四溅，荧幕外的他们却被镜头捕捉到深夜聚餐的身影。那一刻，当徐凯靠近谭松韵时，网友惊呼，暧昧气息快要溢出屏幕。有人认为这是因戏生情，有人则觉得是资本炒作。但不管真相如何，这一幕都注定成为舆论风暴的引线。细心的网友注意到，他们甚至使用情侣同款手机壳，这个细节更像是火上浇油，让外界的猜测不断升温。究竟是真情流露，还是精心设计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谭松韵的孤独与坚韧。荧幕里的她总是光彩照人，现实中的她却习惯用沉默对抗一切。面对媒体的追问，她很少回应。或许她比谁都清楚，沉默是一种保护，因为一旦开口，真相就会被无限放大、歪曲。她选择坚强，在孤独中生长，在沉默中证明自己。有人说她是娱乐圈里的清泉，干净、纯粹，不被外界喧嚣所污染。但这样的姿态背后，也意味着她必须一个人扛下所有压力。笑容里有孤独，沉默里有力量，这正是她最独特的魅力。过去的阴影，初恋的控诉。当大众还沉浸在新绯闻的八卦中时，徐凯的旧事再次被翻出。大金，这位曾经的恋人，突然站出来，晒出了往日的对话与伤痕累累的照片。暴力的指控让徐凯的形象一度跌入谷底。爱情从来不该是恐惧的代名词，尊重才是最基本的守护。那一段历史如同黑色的影子，时不时被人提起。无论真相如何，他都在提醒大众，明星也是人，他们的感情
也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裂痕与痛苦。爱与控制的边界。大金的讲述令人胆寒，他只是想在朋友圈里分享生活，却因为控制欲而被阻拦，甚至受到伤害。这不是爱，而是占有；不是依赖，而是恐惧。真正的爱从来不是牢笼，爱本应是温柔的守护，是彼此的依靠。但一旦变成了控制，它便失去了最初的意义。爱情中的边界必须用尊重来划定，否则再深的情感也会变成彼此的枷锁。唯一的温柔，张楠的体面。与过往的伤痛不同，张楠的故事显得平和许多。他们的分手没有撕裂，也没有控诉，只是淡淡一句聚少离多。在娱乐圈这样喧嚣的环境里，这样的体面弥足珍贵。或许最好的爱不是紧紧抓住，而是学会放手。张楠的温柔像一股清风，吹散了外界的喧嚣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，分手也可以不带怨恨，感情也可以在体面中结束。他的潇洒成为这段故事里唯一的慰藉。舞台背后的保护伞。在娱乐圈，表面的繁华往往掩盖不了背后的博弈。每一次风波的背后，总有资本的影子。徐凯在遭遇危机时，总会有人替他说话，有人帮他平息舆论。这种保护伞看似是一种幸运，但同时也让人产生质疑，公平真的存在吗？那些没有背景、没有话语权的人，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喧嚣中。观众看到的可能只是被操纵后的结果，而真正受伤的人却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机会。这种不对等让许多普通人心生共鸣。现实中，我们是不是也曾因为力量悬殊而不得不选择沉默？娱乐圈的缩影也折射出现实社会的残酷。无声的呐喊。我只想要一个道歉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承载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。许丽莎的勇敢，不只是为自己，更是为所有在感情中被辜负过的人发声。她的声音虽轻，却如同石子投入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很多女孩在爱情里受过伤，却因为害怕，因为无力而选择沉默。荧幕前的她，替这些人喊出了心声。真正的痛苦不是哭喊，而是长期的忍耐与压抑。当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真相时，那是一种对自我尊严的守护。听到她的话，很多人心底会涌起熟悉的酸楚，原来我并不是一个人。爱的真谛。爱情到底是什么？是甜言蜜语，是红毯上的笑容，还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守护？徐凯的故事提醒我们，若爱情缺乏尊重，它就失去了灵魂。真正的爱不是彼此控制，而是相互成全；不是用伤害换取存在感，而是让对方在你身边时安心自在。爱不是牢笼，而是让人有力量去面对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爱里受伤迷失，但不要忘记，健康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与理解上的。如果你曾经痛苦过，请相信，那不是爱情的错，而是错误的人带来的阴影。真正的爱值得等待。成长与救赎。徐凯的故事还未画上句号，他的经历也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性的脆弱与欲望。掌声和流量能带来光环，却无法掩盖内心的缺陷。真正的成长并不是站在更高的舞台，而是学会直面自己的过错，承担责任，不再让爱变成伤害。救赎也并非一句道歉那么简单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改变，是愿意放下骄傲，重新审视自己。如果他能在经历风波后真正懂得珍惜与尊重，那才是对过往最好的一种回应。因为成长从来都不容易，但唯有勇敢面对，才可能找到真正的救赎。写给每一个在爱里挣扎的人。这不仅仅是一段娱乐八卦，更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。爱情里有温柔，也有伤痛，有守护，也有背叛。每个人都会在爱里跌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愿意站起来，是否愿意成长。请记住，爱是值得的，但爱不该成为枷锁。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成长的意义。或许你正在爱里挣扎，但请不要害怕，真正的你值得被爱，
也值得更好的未来。感谢你能坚持读到这里。或许你也在这段故事里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，或许你也曾在爱里受过伤。请在下方留下你的感受与思考，每一条评论都是我继续讲述的动力。别忘了点下订阅，未来还有更多动人的故事与您一同见证。爱值得我们守护，真相值得我们聆听。